大家好，我是多多。在看视频之前，请给我点个小爱心，您的鼓励是我进步的最大动力。今天要分享的是越懒越长寿，12个习惯让你快乐又长寿。尤其是第11个一定要知道。常言道，人生70古来稀，能活到70岁的人在古代都是凤毛麟角。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人的身体机能开始逐步下降，如果不注重养生之道，就很难活到70岁。好多人在中年身体走下坡路的时候，没有保护好自己的身体，等过了50岁以后，身体就不可逆转的功能衰退，死神也在逐步的逼近。有位专家曾经说过，想要长寿健康的走完一生，日常生活中的小细节就要做好。现代社会人们的生活水平都提高了，但是空闲时间反而大大缩短，缺少了日常生活的锻炼。我们就应该注重一些生活中的小事，从点滴做起，走长寿人生。如果想要长寿健康，不妨懒一点。说到懒，大家都会觉得这是个坏习惯，应该要改正。但是有的时候懒一点，反而对身体很有意义。一、赖床。有的人醒了之后会习惯性的赖床，恭喜你，这是个好习惯。睡醒之后，人体由抑制状态转入兴奋状态需要一个过程。如果此时立即起身，身体没有适应过来，就容易出现头晕眼花的症状。中老年人还容易发生心血管意外。建议醒来以后别着急起身，可以在床上睁开眼睛躺会，让身体慢慢苏醒。起床前不妨试试两手搓热干洗脸数次，然后每次按摩太阳穴、后脑勺、脖子，反复20次，这样就会让人精神饱满。2、懒得出门吃饭。无论是下班聚餐还是家庭聚会，越来越多的人都会选择在外面吃饭，偶尔几次没问题，如果过于频繁可不好。外面的饭菜虽然美味可口，但是高油盐，口味重，加入了许多添加剂。特别是新闻里爆出餐饮行业的问世问题，更是让人堪忧。因此长时间在外吃饭对身体并没有好处，最好是自己在家做饭，卫生又营养，经济又划算，对胃也有好处。3、合理发怒。如果一个人不敢发怒，过于克制自己，抑制自己，种种情绪郁结在体内，不能有效表达，时间久了可能容易产生心理疾病。压抑已久的怒火会对自身进行攻击，长久以往，身体会慢慢用不察觉的疼痛来消化这些情绪，最终会导致一些疾病。只要不是过于激动，和你的愤怒对人的身心健康是有好处的，当然也不能把这当成随意发怒的借口。4、不叠被子。不爱叠被子就会认为是偷懒，叠被子虽然整洁，也会给螨虫制造生存的温室，尘螨在干燥暴热的环境下很难生存，但是睡了一觉过后，被子里可能留下有汗液和湿气，叠起来的话相当于给螨虫制造了生存的环境。所以起床后不要忙着叠被子，可以把被子反过来平铺在床上，里面的潮湿气体很快就会干燥，螨虫就会远离我们。5、吃饭速度慢悠悠。有的人吃饭速度慢悠悠，和同伴一起吃饭会被嫌弃速度太慢。不过吃饭速度慢的人一般都会细嚼慢咽，这可是一件好事。细嚼慢咽能够促进胃液的分泌，食物在细嚼慢咽的过程中会被磨得越来越细，有助于消化吸收，从而减轻肠胃负担。所以平时吃饭的时候一定要养成慢嚼细咽的好习惯，不要狼吞虎咽。6、躺在床上懒洋洋。一般来说，站有站相，坐有坐相。
懒洋洋的躺在床上，简直不像样子。而有的人就算躺在床上还要翘腿，双腿还垫在枕头上面，虽然看上去懒洋洋的，但是这样做可以防止静脉曲张。平时上班久了，很容易出现腿部浮肿的情况，可以平躺在床上，慢慢抬高双腿，这样做能够放松腿部肌肉，消除水肿。容易水肿的朋友一定要试试。7. 偷点小懒。学习工作专注是一种很好的习惯，但是长时间高度集中注意力会让精神紧绷。有时候偷点小懒可以缓解压力，对身体有很大的好处。有的上班族工作太忙，吃完午饭就急着赶工作。其实中午休息片刻比打网球更有助长寿，所以尽量抽空眯一小会，这样不仅可以放松，还能提高工作效率。抽空几分钟发发呆也是好的，让大脑放松，做做白日梦，也比长时间精神紧绷要强得多。8. 懒得吃苦。常言道吃苦好，但是吃那些变质发苦的食物可不好。受微菌污染的食物在温暖潮湿的环境下常会发霉，产生黄曲霉菌，它被世界卫生组织的癌症研究机构规定为一类致癌物。在自然界，所有物质中毒性名列第一。黄曲霉菌最喜欢在果仁和含油的种子内生长，尤其在花生等坚果中常见。家里发霉的花生、瓜子一定要及时丢掉。9. 洗澡时间短。很多人以为洗澡时间越长越干净，所以往往一洗就是1个小时。事实上这是错误的，洗的时间长对身体可没有好处。人的皮肤表层有一层保护膜，过度清洁会导致皮脂膜变薄，皮肤屏障破坏，引起皮肤干燥瘙痒，可能还会造成大脑缺氧，引发心血管疾病。所以洗澡时间控制在10到15分钟内即可，泡澡不要超过20分钟。10. 懒得计较。生活中每个人都不可能一帆风顺，偶尔和别人发生点小摩擦也是正常的，但有的人好胜心强，一定要分个胜负，和别人一争到底。但这样不仅会影响到他人心情，还会加重自己的心理负担。所以在人际交往中，大家一定要多多包容，不要斤斤计较。11. 懒得管子女的事。家里的家务事一手包办，照顾孙子孙女面面俱到，还想着怎么给子女多省点钱。这样的生活你是否感觉很熟悉呢？勤劳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，但是我们都老了，真的不需要再这么勤快。有时候偷偷懒会过得更快乐更长寿。许多老人一辈子都在为子女而活，孩子还小时日夜照顾，等孩子长大成家还是放不下心，事事操心。其实我们大可不必这样，孩子已经长大，他们能够承担起责任，而我们也应该为自己活一把，去做自己想做的事，对子女的事要少说少管，这样子女会对我们更有好感。12. 懒得存钱。人老了最重要的是学会如何花钱，而不是想着怎么挣钱或者给孩子省钱。中老年朋友学会花钱，把钱花对都是至关重要的。有情有理的快乐消费，才能提升生活品质，享受美好人生。当然我们不能无意义的大手大脚的花钱，要把钱花在健康的生活方式上。买衣服时在精不在多，多花点钱去旅游只赚不亏。人到了老年，也就到了最能花钱的年龄。正确的花钱其实就是对年轻自己的一种奖励。越懒越长寿，长生懒腰。伸懒腰会让全身的肌肉得到伸展，能够促进血液循环，增强肌肉活力，消除人体疲劳感。配上大口的呼吸，还能增加氧气的摄入量，让胃肠偷懒。
快节奏的生活让人们吃饭像打仗一样，狼吞虎咽，不仅影响营养吸收，还对胃的伤害极大，尤其是中老年人，每顿饭的进食时间至少在25分钟以上，一口饭嚼20次以上为宜，遵从早上吃饱，中午吃好，晚上吃少的原则，饭量也应该控制在7-8分饱，让胃适当偷个懒，锻炼时偷懒，锻炼可以调整情绪，帮助减压，强身健体。但是中老年人锻炼也要注意适度，如果天气不好或者身体不适，千万不要硬撑着锻炼，偶尔也要让自己偷个懒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，如果您觉得对你有帮助的话，可以分享给身边的朋友，别忘记点赞收藏，点击我的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的精彩内容。我们下个视频见啦！